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凤阳镇里有个姓张的大户人家，家主张员外在外做生意的时候结交了一个叫龙二的朋友。这个龙二可不是个良善之辈，背地里开了一个秘密的赌坊，明面上却装作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。在他的刻意接近下，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在取得张员外的信任之后，龙二就开始引诱张员外去自己的赌坊里赌博。赌博这个东西是绝不能沾染的，赢了的人不会收手，因为想赢得更多；输了的人更不会罢手，因为想要扳回资本，所以就会越陷越深，越输越多。张员外就是这样沾染了毒瘾，输光了家里的钱之后，就典当房子和田地换成赌资，再次输光之后，连妻子女儿也一起卖了，希望孤注一掷捞回本钱。直到倾家荡产，当无可当，才恍然回过神来，陷入无尽的懊悔之中。可此时要债的人已经逼上了家门，妻子无法忍受屈辱，上吊自尽。张员外又羞又愧，跳河自杀了。人虽然死了，账却没有消，将张家的财产全部拿来抵债还不够。龙二又将张员外的女儿珊珊卖给了春院。珊珊从原本风光的大户人家小姐，变成了最下等的风尘女子，心里别提有多苦了，几次三番想要自杀。可此时她的性命已经由不得自己做主了，老鸨将其视为私有财产，每日看管得很严。珊珊也只能屈辱地在春院里苟活。等到她15岁的时候，老鸨就开始逼她接客，珊珊稍有不顺从，就会经受残忍的毒打。后来她索性认了命，并且凭借着自己姣好的面容和出色的才艺，成了春院里的台柱子。若想要她留宿一晚，没有10两银子是谈不成的。这天，珊珊应一个官宦人家的邀约赴宴，回来的时候遇过一座桥，桥边上蹲坐着一个身着长衫的落魄男子，肩头微微耸动，还隐隐约约传来压抑的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男子似乎下定了决心，做事就要往桥下跳。珊珊立刻叫住了他，问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你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有什么难处让你如此轻贱自己的生命？”男子面带愧色，说道：“让小姐见笑了，小生名叫王同岑，本是一个秀才，本想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，可奈何父亲嗜赌，将自己的家产输光还不算，还把母亲给卖了，母亲受不了屈辱而死，我自己也背上了200两银子的赌债，要是凑不齐，赌坊的人也不会放过我的，与其落到他们手里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珊珊原本就对赌坊深恶痛绝，此刻听到王同岑与自己有着同样悲惨的经历，心中对他十分同情，说道：“王公子还有大好的前程，岂能被这区区200两银子误了性命？我这里有一些私房钱，给你200两还给赌坊吧。”王同岑眼前一亮，又瞬间暗淡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所谓无功不受禄，我怎么敢要你这么多钱呢？再说这200两银子给了赌坊，我一样没有生活来源，还是难逃一个死字。”旁边的侍女看不过去了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你这么大个人，动不动就说死不死的，我家姑娘愿意给你200两银子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，你还说没本事生活，难道要我们姑娘养你吗？”王同岑臊得满脸通红，珊珊制止道：“小翠，不要乱说话，王公子是读书人，当以读书为重。这样吧，我的别院中还有空余的房间，你可以暂且住在我这里，等你高中之后再离开也不迟。”小翠还要再说什么，被珊珊拦下了。王同岑道了几声谢，就老老实实跟着珊珊回去了。珊珊本就是大家闺秀，从小学习诗词歌赋，
只是近些年流落风尘，这满腹的才情反倒成了公子哥们的情趣，让他心头颇为不耻。自从王同岑来了以后，珊珊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知己，弹的曲子有人可以听懂其中意蕴，唱曲子的时候王同岑会取来琴瑟伴奏，填词的时候王同岑也会帮他润色修改，两人惺惺相惜，大有一股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时间久了，一股莫名的情愫从两人的心底滋生，只是一直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很快就到了考试的时候，临考前，珊珊终于向王同岑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王公子的气度令人折服，能够遇到你真是我3世修来的福分。如果您不嫌弃我的身份低贱，我愿意常伴公子身边。王同岑激动地回应道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是路边的一抔黄土了。你不仅是我的知己，更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敢嫌弃你呢？我只是害怕自己能力低微，辜负了你的情谊。当晚，两人就定了情，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息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同岑就辞别了珊珊参加考试去了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王同岑名落孙山，这让他心中大受打击，不敢回去见珊珊，整日买醉，无比消沉。珊珊听说了以后，立刻找到了他，宽慰道，以你的才华金榜题名是早晚的事，怎么能够因为一次的失利而一蹶不振呢？古来成就大事的人没有不经受挫折的，这也许就是上天对你的考验，只要你安心读书，一定会有所成就的。听了珊珊的劝告，王同岑终于走出了阴霾，说道，我的见识还不如你的广，真是惭愧啊。你放心，有你这样的知己在身边，我绝不会再继续消沉下去了，终有一日我要骑着高头大马来迎娶你。珊珊大为感动，眼泛泪花，认为是自己这里太过嘈杂，影响了王同岑读书，所以取出了自己多年来积攒的小金库，全部交给了王同岑，说道，你有这样的心意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些东西虽然不多，但也是我的一番心意，希望你收下以后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。两人彻夜不眠，通宵达旦。第二天一早，珊珊到码头送别王同岑，眼泪打湿了衣襟，还舍不得分别。船夫连续催促了3、5次，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王同岑离开以后，珊珊又继续了往常的日子。几天以后，一个新晋的举人王爷宴请宾客，邀请珊珊活跃一下气氛。珊珊应约而去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珊珊弹奏了一曲，宾客们都聊得十分尽兴。就在这时，王爷的一位同乡赵同不请自来。赵同与王爷曾是好友，家境都不太富裕，赵同还经常竭尽所能地帮助王爷。两人相约一起前来参加考试，结果赵同落了榜，盘缠都已经花完了，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，只能硬着头皮来找王爷借钱。王爷中举以后，巴结他的妇人络绎不绝，腰包自然也就鼓了起来。面对昔日的好友，王爷瞟了他一眼，说道，咱们都是异乡人，在这里毫无根基，对于你的困难我也没有办法啊。此时已经进入了深秋，空气中充满了凉意。赵同穿着一身单薄的夏衣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冷，还是因为愤怒羞愧。珊珊见状，忍不住说道，这位公子好歹是您的旧相识，就算是陌生人开了口，也应当帮助一二，难道您连请他喝一杯水酒也不舍得吗？王爷面色瞬间阴冷了起来，喝道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跟我争辩？果然下等人就是没有规矩，你要帮自己出钱去帮好了，我这里可不是慈善堂。珊珊讨了个没趣，在场的人平时为了见他一面都不惜豪掷千金，今天在王爷面前却都噤若寒蝉。珊珊环顾四周，暗叹了一声，起身告辞离开。赵同还没有走远，珊珊快步跟了上去，叫住他，说道，
公子且慢，刚刚被一群俗人所扰，实在是令人不快。我的住处不干净，不方便接纳您这样的读书人，幸亏还有一些余钱，如果能够帮到您，那就是我的荣幸了。赵彤呆立在当场，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珊珊接连催促了几次，才收下银子，激动地说道：人在穷途末路，也顾不上颜面了。姑娘的大恩大德，小生没齿难忘，在我有生之年，一定会报答您的恩德。珊珊温柔地笑道：人总有遇到难处的时候，这没有什么丢人的。说罢又叫侍女打着灯笼送她离开了。2年后，秋试又开始了。珊珊给王同岑写了一封信，邀请他来参加考试，就住在自己别院里，悉心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出资为他打点上下的关系，甚至不惜留宿在权贵家中为他争取机会。在珊珊的帮助下，王同岑顺利考中了举人，珊珊高兴极了，大摆宴席为他庆祝，并提出赎身成亲的事情。王同岑有些为难地说道：我现在才刚中了举，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业上，你放心，等我考中了进士，一定第一时间回来找你。珊珊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，就答应了他。分别的时候，珊珊流着泪说道：自古以来，抛弃糟糠之妻的不在少数，如果你有幸高中，被朝中的权贵看中，选做女婿，还会回来娶我吗？王同岑信誓旦旦地说道：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靠你的帮助，如果我辜负了你，那就让我身首异处，不得好死。珊珊赶紧伸出玉指，堵住了王同岑的嘴，说道：我不要你死，我只要你回来娶我，我们2个好好的过日子。珊珊再次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收拢起来，交给王同岑，资助他进京赶考。到京城以后，王同岑拿着珊珊的钱四处结交名士，积攒人脉，如愿考上了进士，风头一时无两。消息传来，珊珊激动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她找到保姆，表达了自己要赎身的想法。保姆也知道她跟王同岑的关系，不敢阻拦，甚至连钱也没收，就还给了她卖身契。恢复了自由身的珊珊每天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等着王同岑回来娶自己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到情郎回来。这时候有从京城赶回来的人传来了小道消息，说王同岑被朝中的贵人看中，收他做了女婿，不日就要成亲了。听闻这个消息，珊珊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她不敢相信王同岑竟是这样忘恩负义的人，孤身一人赶去了京城，想要找他要个说法。因为没有钱，珊珊只能徒步赶往京城。一路上风尘仆仆，经受风吹日晒雨淋，原本白腻的皮肤开始皲裂，逐渐变得黧黑粗糙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岁不止。好不容易赶到了京城了，就听说了王同岑即将成亲的消息。珊珊急火攻心，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，昏厥了过去。等她醒来之后，天已经黑了，只好先找个去处再做打算。找到客栈之后，店小二看她脏兮兮的样子，心里十分嫌恶，挥手往外驱赶她。珊珊好求歹求，店小二才说道：客房是没有了，只有一个废弃的猪圈，你要住便住吧，也不收你钱。珊珊没有办法，只能忍辱去住了猪圈。到了半夜，店小二悄悄摸了过来，原来他让珊珊住猪圈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作为店小二，每月的工钱就那么点，根本没钱娶媳妇。白天见到珊珊虽然风尘仆仆的，但眉眼也还算清丽，就打定了主意，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来侵犯她。珊珊剧烈挣扎，拼了命的叫喊，声音惊动了客栈里的一个贵人。此人被授予了司马的官职，还带了很多珍贵的礼物，准备前去送给自己的恩人。如果珊珊在的话，就会认出来，此人正是赵彤。
赵彤听到叫喊声，跑到了这里，喝止住了店小二，发现差点被侵犯的女子正是自己的恩人，又高兴又愤怒，一边派人将店小二送到官府法办，一边把珊珊接到了上好的厢房中，买来丫鬟伺候她沐浴洗漱，请来老中医为她调理身体，又买来了精美的衣服和首饰。珊珊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，并提出了想要去找王同岑要说法的意愿。赵彤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王同岑被当朝宰相看重，如日中天，你贸然去找他，恐怕是有去无回啊。珊珊万念俱灰，以泪洗面，赵彤只好自告奋勇去找王同岑，正好碰上王同岑成亲，趁他敬酒的空档，赵彤悄悄拉住他说道：你的妻子珊珊来找你了，此刻正在猪圈里寻死觅活，你要是还有良心，就赶紧去救她。王同岑大惊失色，一把拽住赵彤，威胁道：我没有什么妻子，更不认识什么珊珊，你说话最好小心一点，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赵彤叹了一口气，他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没有理会王同岑的威胁，自顾自地离开了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王同岑的眼中迸发出了凌厉的杀机。回到客栈以后，赵彤将事情告诉了珊珊，并承诺自己将会娶她为妻。珊珊一开始并不答应，赵彤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请求珊珊跟自己一起赴任，以满足她报恩的心愿。珊珊这才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赵彤为了避嫌，所以雇了2辆马车跟珊珊分开坐。可珊珊毕竟吐过血，身体比较虚弱，坐了半天的马车就有些身体不适了。赵彤于是就坐上了他的马车照顾她，也正是此举救了2人的性命。2辆马车一前一后的走着，突然几支利箭穿透了第1辆马车，赵彤立刻抱着珊珊趴了下来，堪堪又躲过了几支利箭。护卫们瞬间警戒起来，追杀刺客，朝廷命官遭到劫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，如果不查出凶手，朝廷的颜面将荡然无存。皇帝震怒，命令有关部门3天之内查出凶手，最终查到了王同岑的身上。原来他担心珊珊还活着，会坏了自己的好事，所以派人劫杀，不料任务失败，反而把自己推入了无尽的深渊。皇帝亲自审理案件，判令斩立决，推出午门斩首示众，也算是应验了他身首异处，不得好死的誓言。皇帝听说了珊珊的事情，十分感动，亲自下令为赵彤和珊珊赐婚，并加封珊珊为五品诰命夫人。赵彤对她关怀备至，终其一生也没有纳妾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